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到一个特殊的小村庄。那么这个村庄和别的地方有什么不一样呢？那就是这里有一个非常巨大的牛肉加工厂。不要小看这个牛肉加工厂啊，它的装修比较朴素，但是它的内部其实大有玄机。我们进来看一下，左边有很多村民，还有一些被挂起来的牛。这边是一人一牛对应区，右边的话则是很多牛，还有挂起来的村民。这边是一牛一人对应区。今天这个加工厂在处理牛肉方面可以说是非常专业的，包括宰牛去皮，用不同的工具对牛的不同部位进行处理，步骤分得非常明确。那现在小包就来带大家感受一下整个流程吧。其实平时这些村民教人可是要收费的，不过今天他们可能是看在我村庄英雄的面子上，所以决定免费教我，大家可要好好学。另外在看视频之余，千万不要忘了点个赞，这对我有很大的帮助，非常感谢。那么我们从盘古开天辟地开始讲起吧。首先我们需要准备原食材，拿上一把屠夫的大砍刀，到野外去寻找一只野生放养小牛牛，最好是选运动量比较少的，看着懒一点的，这种牛比较肥，然后上去给它一刀，直接送走，没有一丝痛苦。这只牛被送走之后就会变成战利品，我们可以把它捡起来拿回去，随便找一个位置，在这个位置的顶上放上一个挂钩，然后再把我们刚刚已经宰掉的牛挂在顶上。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处理这只牛了。需要说一下，接下来这部分可能会令人不适，请大家做好心理准备，毕竟是处理新鲜的食材，所以可能会有点血腥。那么第一部分啊，我们要准备一把剥皮刀，给牛肉去皮也是比较重要的一部分。我们使用这个剥皮刀对着牛右键，就可以给它去皮，同时开膛。做完这一步会掉落一些牛皮、脂肪、牛筋，还有一些皮革的废料，这些脂肪是可以拿去代替粘液球使用的。那么第二步就是需要掏出它的内脏了，这个时候手上不能拿东西，要伸手进去把内脏掏出来。右键几下之后会掉出它的心脏、胃、肠子等等，这里面的材料煮之后都是可以吃的。然后肠子的话在后面我们是可以用来做灌肠的。在掏完它的内脏之后，我们又要换工具了，接下来需要在背包里面拿出我们的锯子，把影响我们分肉的手部还有它的头部给砍掉，只留下中间那一块。砍掉的部分会有牛脑、牛骨头，还有一些碎肉等等。那么接下来只剩下我们最大的身体上的肉了，我们需要拿出最开始的大砍刀，对这个躯干上面的肉进行分割。我们平时经常吃的肉都是从这一大块里面分割出来的，拿着大砍刀刷刷刷的砍两下，这个躯干就会被分解成大大小小的牛肉块，至此这只牛就被我们分解干净了。分割出来的肉有一些牛肋骨，有小肉块、大肉块、牛排肉，还有用来炖的肉，几种不太好区分的类别。如果是在正常的加工厂的话，一般这个时候会把它打包送到菜市场，或者是送到各大餐厅里去。我们自己的话就先烹饪一下，然后再吃好了。来介绍一下它的各种食用方法。这个模组里面提供了专门的烧烤架，放在熔炉里面也是可以烧的，不过现在的话就放在烧烤架里用吧。在这个烧烤架的里面放上4个木炭，然后用打火石点火，直接把我们刚刚获得的那些肉放上去烤就行了。大部分的肉都是可以烤的，除了骨头、碎肉之类的。烤这些肉需要等待的时间比较长，在中间我们可以假装用铲子翻2下，实际上对我们烤肉的速度没有任何帮助。这个烤肉在烤完之后和烤完之前可以恢复的饱食度是一样的，不过如果我们吃生肉的话，可能会获得一些类似饥饿的负面 buff。毕竟我们平时直接吃生肉的情况也比较少。或者我们也可以用搅拌机处理一些直接吃口感不太好的肉，就比如牛心之类的内脏，把这些肉放到搅拌机里面，然后在搅拌机的前面放上用来挤出碎肉的盖子，拿着后面的把手转几圈，这个碎肉就可以成功的被挤出来了。我们可以在合成篮里面把碎肉做成碎肉饼，然后放在烤架上面烤，烤完之后一片汉堡肉就做出来了，把这个汉堡肉和面包放在一起，一个汉堡就做好了。这些肉也是可以拿来做香肠的，需要在这个搅拌机前面放一个灌肠用的道具，在这个上面再放上牛肠作为肠衣，疯狂的挤压这个搅拌机，一个香肠就做好了，然后再拿去烤一下。不管我们用的材料是怎么样的，只要加了一些调味料做成香肠，口感都会变得好很多，太好吃啦。另外我们还可以拿一些特殊部位的肉做成比较好吃的食物，像什么烤肉串、热狗或者是炖肉等等，其实回复的饱食度都是差不多的，只不过更有仪式感一点。那么这就是一只牛变成盘中餐的全过程，你看懂了吗？看不懂也没有关系啊，因为我们平时吃到的都是人家已经处理好的。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呀。一只牛分解之后居然可以做出这么一大箱子的肉，这还得感谢村民们无私提供的教程。那么我是小包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